光荣，冲动只要别失控。心跳波动，爱很有情无动无期望你懂，英雄值得什么歌颂？战斗本能的一种。终于选择扮演我的角色，不断和命运拉扯，和梦交涉。我朝着我的方向逆着光，还要穿破几道城墙，保持我的想象和希望，就算负了伤也绝对不放，既不需要伪装在冷酷的战场，我只要能坚强，就有全世界的力量。我信仰。高姐妹已经买了船票，她为什么还没有上船？他在这里买了票，应该还在这里，我们分头搜查了。高景明，高景明，不要跑！高景明先生，我们是来自特别罪案调查组，你涉嫌跟刘政伟的失踪案有关，现在正式逮捕你。高景明，我们在刘政伟的得失上找到你抽管的红颜岩石，证明你上过他的得失。还有这只手表，是从你家里找到的当票赎回来的。你为什么会有刘政伟的手表？我都说了，我上了他得势之后，烟瘾犯了，就拿烟出来抽咯。他说不准我抽烟，还赶我下车。我看到他戴着这么名贵的手表，就抢了跑咯。你说你只是抢劫，那为什么得势上有这么多血？我怎么知道？我说了，我抢了他手表就跑了。之后有可能有别人上他车吧？那你是在哪里打抢他的38湾公园。你之前说的是乌兰公园。哦，是吗？我记错了，应该是克兰兹公园。你最好跟我讲清楚一点。让我来吧。他带我逛花园，逛了1个多小时啊。Harry， 口渴了吧？喝水啊。我就快给这个家伙气死，口供前后矛盾，根本就是在耍我。休息一下，看看 Man 能不能套出那家伙的话。高景明， Madam， 我还是一样那句话，我只是抢劫而已，其他的什么都不知道。我听你妈妈说，当了这只手表后，你把一部分的钱给她当家用，你还蛮孝顺的嘛。你家里除了你母亲，还有一位弟弟，对吗？嗯，你父亲在你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了，你妈妈一个人做了几份工作，把你们2个孩子带大，真不容易。怎么 Man 不问话，反而在跟他聊天呢？好好学着点吧，这也是一种盘问的技巧。我相信你能了解，一个家庭少了一个父亲的遗憾，一个小孩从小没有爸爸在身边的感受。刘政伟的女儿今年6岁，将心比心，她已经失去爸爸，你忍心连她爸爸在哪里都不想让她知道。我们在手表的缝隙找到微量的血迹，经过 DNA 比对，证实是刘政伟的。从表面上看，手表已经被擦干净，不过法证人员证实，手表曾经沾过大量的血迹。也就是说，你抢走手表的时候，刘政伟已经受伤，流了很多血，对吗？告诉我吧，他在哪里？如果有一天你失踪了，你妈妈和弟弟会一样着急，跟刘政伟的家人一样。
如果你发生意外，你至少会希望你家人知道你在哪里，对吗？是无心的。要不是欠下大耳窿钱，我根本不会去抢劫，也不会杀人。那天傍晚，我带着刀和手套，原本打算抢劫钱币兑换商，可是我等了很久，他都没有出来。结果我就看见辆德士驾进来，我就改变主意，使用了他的德士。要去哪里？3包肉。当时你在哪里叫刘振宇停车？我想正好把车停在偏僻一点的地方，所以就叫他一直往前面走。先生，前面好像没路了，你到底要去哪里啊？这边停。小姐，快点，把钱放进包包里面。你不要乱来！快点，快点！还有身上的钱，快！手表放包包，快点脱！他对我很重要。脱，给我脱！那之后呢？我正往前跑，跑了一段路，我发现手机跟背包都还在车上，我赶快把刀子丢掉，就往回头跑。找到了。是不是这把刀？你回到案发现场的时候看到什么？我跑回去，发现司机不见了，我很害怕。然后我看到地上有血，我就跟着血迹一直走，一直走，一直走，走。我来到这里，就发现那司机，他就躺在那斜坡下面。真的有腐蚀的味道。这里这么荒凉，平时都很少有人会来。所以他的尸体一直没被发现。妹，我们去前面查看一下。
尸体已经高度腐烂，估计死亡时间已经超过7天。死者头部没有什么明显的外伤，倒是胸口有被刺伤的痕迹。他的上衣有4个破口，身上中了至少有4刀。初步判断，他是失血过多致死的。那天我们在德师上找到大量的血迹，那时候蓝天说刘政伟可能失血过多，有生命危险。刚才 Dr. Chow 在死者的裤袋里找到这瓶药，成分是 paracetamol， 普通的头痛药，是心理医生配的药。一般人去见心理医生是因为有情绪问题，医生给的应该是抗忧郁的药，为什么给的是普通的头痛药？这个你就要问一下那心理医生了。Dr. Chow， 你对尸体所呈现的姿势有什么看法？死者的双手为什么要这样放，好像在抱小 baby 似的？刘政伟受了伤，从斜坡上滚了下来。照道理，他应该是伸长手想求救才对啊。死者这个姿势的确很奇怪，面朝上，双脚并拢，双手摆放在这个位置，感觉上他好像是刻意这样做的。靠近，你有没有移动过尸体？没有。我来到这里的时候，他已经是这样子了。我只不过从他手中拿掉那只手表，我就跑了。斜坡和周围的草丛有不少被压断的枯枝，而死者的鞋底都是泥。我相信刘政伟应该是自己走了几步之后从斜坡上滚下去的。我们回去第一案发现场，看看刘政伟有没有留下什么痕迹。Ma'am， 我们在这里找到几个模糊的鞋印，相信是属于死者。看来他是走向树林。为什么他会走向树林呢？他不是应该走向大马路求救才对吗？也许刘政伟当时失血过多，而意识模糊呢。不过这些鞋印的方向非常明确，刘政伟应该是有意识的要走进树林。他当时为什么要走向树林？他心里到底在想什么？刘政伟应该是从这里跌下去的。刘政伟死前到底在想什么？他会不会是想起他的宝宝？可是他的女儿刘云恩已经6岁了，不是婴儿啊。但是陈玉琪现在怀孕了，难道刘政伟想象抱在怀里的是他未出世的孩子？临死前最后一刻在想什么，永远是个谜。可惜我这个法医虽然能够解剖尸体，却解不开这个谜。我们可以去问一个人，或许他可以帮我们了解刘政伟到底在想什么。陈医生，我们是来调查刘政伟被杀一案。刘政伟死了。我们今天找到他的尸体，请问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为你的病人？刘政伟只来见过我1次，就是上个星期二6月15日的上午。刘政伟就是当晚遇害的。你可能是最后一个跟他深谈的人，请问他当时的心理状况如何？刘政伟来见我的时候，样子显得很憔悴。他说他失眠，情绪很低落，怀疑自己有忧郁症。我从一个月入上万的 GM
变成一个收入不稳定的德式司机。我几乎每晚都失眠，因为我看见躺在我身边的老婆，我就觉得很对不起她。我对未来没抱任何希望，很想放弃。刘先生，你出现这种情况有多久了？自从我10月开始就这样了，已经好几个月。你能不能开些药，让我感觉好一点？好，我会开一些药给你。刘先生，我能不能麻烦你把您心情写下来？为什么要写？这是一种书法，你写30句就可以了。你们看，刘政委的字体有点歪斜，而且向左倾，显示他逻辑性强；而字与字之间很密集，表示他心思慎密。我只能说，他是个理智性的人。单纯因为厌世而想自杀，我觉得是比较不可能。所以刘政委是骗人的，他根本没有忧郁症。我只见过刘政委一次，不能断定他说的话是真是假。不过根据我的诊断，我觉得他的忧郁症并不严重，所以我只开了普通的止痛药给他。好，谢谢你。别客气。你先去把车开过来，我还有问题想问陈医生。OK。没想到因为查案才可以见到你。对不起，我最近比较忙，除了见病人，还要出席一系列的讲座。等我有空，我再去找你。在想郑伟的案子啊？我们找到尸体的过程，还有尸体的奇怪姿势，文丽有告诉你吗？你是不是还在猜郑伟临死前脑海里到底在想些什么？你什么想法？我觉得郑伟的确想过要自杀，所以才去找心理医生。不过燕君说他没有忧郁症，也不像是会厌世想轻生的人。郑伟生前负债累累，他自杀的目的是想留一笔保险赔偿金给玉琪、云恩和还没有出世的孩子。那他为什么要去看心理医生？因为人寿保险有一个条规，如果不能够证明受保人是因为心理问题而自杀的话，受益人可能无法得到赔偿金。原来如此，你怎么这么清楚啊？你忘了，我以前是从事金融业的。难怪燕君分析他的笔记说，他是个心思慎密的人。他已经计划好要自杀，所以预先去看心理医生。如果你说的是真的，他见了燕君后，就要实行他自杀的计划。所以我认为，郑伟可能是故意走向森林，因为他不想获救。之前看到他和别的女人有一夜情，烂赌借大耳窿，对一群母女不闻不问，我还以为他无药可救，没想到他那么在乎他们。郑伟临死前，应该还在想着他们母女俩，所以才勉强自己走了最后那几步。你会把这些告诉玉琪吗？这是他遗物的照片，我需要你确认一下。
政委特别从瑞士订做的情侣表，我们各有一只。难怪他不肯把手表交给强奸他的嫌犯。难道他为了这只手表才被杀死的？根据嫌犯的口供，政委不愿意交出手表，才和嫌犯拉扯纠缠，结果被嫌犯刺死。要节哀顺变。是啊，你还有云恩，为了他，为了肚子里的宝宝，你一定要坚强。你为什么丢下我一个人？以后孩子们跟我该怎么办呢？一起。奶奶只是一点头晕，你也不用这么紧张，特地赶来看她。奶奶的头晕可能是因为血压高或者是血糖偏高引起的，还是量一下血压、验一下血糖值比较好，这样才能对症下药啊。奶奶，你说对不对？对对对，不过你也不用等到我生病才来看我，平时你也可以来陪我聊聊天呢。好，我一有空就来找你。哦，对了，我厨房有莲子绿豆汤，我盛一碗来给你喝。我帮你吧。不用了，你坐。谢谢奶奶。哎，别客气。喂，耀佳，你又不能陪我去试婚纱了。没关系啦，我们改期吧。哎，别忘了吃饭。拜。恭喜你啊，你跟耀佳要结婚了，怎么没有发请帖给我啊？我们两个最近都很忙，日子还没有选，酒席也还没有定，没有那么快。那我先祝你跟耀佳永远幸福快乐。明天开始，我要存钱，到时候包个大红包给你们。那我们肯定要请你，要不然我们的损失很大。你不选我这么好的对象，你损失才大。奶奶的情况怎么样啊？哦，奶奶的血糖值偏高，要注意饮食。哎，对了，奶奶煮了莲子绿豆汤，要加在技术岗报告，我拿些去给她喝。等一下我回家，顺路送你过去吧。好啊，谢谢你。喂，难得今天没有大案子，我们可以提早收工。那不如我们一起去吃饭吧。老杨说对面那间餐馆不错的。你们去吧，我已经家人有约了。那就是你的损失了。哦。来，工作要做，饭也要吃的。走吧。停一停。哎，玉霞，哎，放工了。是啊。太好了，我终于可以跟耀佳一起吃饭了。看你开心成这样子，你们最近很少见面吗？是啊，他最近都很忙，不是临时接到什么案件呢，就是得留在金属岗报告、开会，连试婚纱都没有时间。试婚纱？你们要结婚了？怎么没有听耀佳提起呢？可能他想迟一点再告诉你们吧。结婚哎，是喜事哎，他搞什么神秘呀？哎，你什么时候去试婚纱？就是上个星期五啊。可是他说他临时接到案件不能来。我记得那一天呢，我约了朋友去吃晚饭。大概6点多就接到耀佳的电话，说有突发案件。你说几点啊？6点多咯。可是我们是约好5点试婚纱，他当时打来跟我说他临时接到案件不能来。哦。哎，他还在警署吗？不在啊，他和 Jimmy 到对面的餐馆去吃晚饭。心怡啊，我约了人，我先走啊。拜拜。OK。喂，喂，耀佳，你在哪里啊？我在警局赶报告。哦，那你慢慢做吧。我想到对面的餐厅，能麻烦你载我去吗？
Hi Jimmy， 悉尼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对不起。为什么要骗我？说在警局赶报告。对不起。上次试婚纱，你说接到突发案件，也是骗我的，对不对？你根本就不想来。你连试婚纱也故意失约，你是不是不想结婚？我觉得上一次我向你求婚，是我太冲动了。你说你跟我求婚太冲动了，所以我很开心的去试婚纱，我做的这一切都是我自己一厢情愿吗？心怡，你听我说，唐耀佳，我告诉你，我真的对你很失望。心怡，心怡，心怡，开车。谢谢你送我回来，我自己上去行了。心怡，心怡，不要硬撑，有什么说出来，让自己舒服一点。我真的不知道他在顾虑什么，我不明白。他从来就没有跟我撒过谎，可是他现在一而再、再而三的欺骗我。或许他有什么苦衷。我相信他有苦衷，可是为什么他不可以把苦衷告诉我呢？我们就快要结婚了，难道他不愿意跟我分担吗？他跟我说他向我求婚，是一时冲动，那是什么意思？我跟他在一起那么久了，我们好不容易才在一起的，难道他还不肯定吗？哭出来了，是不是舒服一点？其实，我看到你受伤害，我心里也很痛。就好像 Max 那件事，他要伤害你，我想都不想就扑上前去。我不忍心看到你受到任何伤害。明知道你有男朋友，可是我没办法不想你。心怡，既然耀佳不懂得把握，你可不可以考虑给我个机会？你不需要马上答复，我可以等。
我只是想让你知道，我是真心喜欢你。要嫁。你约我出来，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啊？我们分手吧。我们分手吧。为什么？我们的性格根本就合不来。你开朗，我经常一句话也不说；你性格外向，我性格内向。从一开始，我们的性格就是这样。你现在跟我交往了这么久，你才发现我们性格不合吗？对不起。要嫁，你现在是在找什么借口？你明明有事瞒着我，为什么你不直接把理由告诉我呢？感情的事，合则来，不合则散。要嫁，你不要这样，你一定有别的原因的。真的没有什么原因。别想太多了，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找到一个更好的，比我更好的，更适合你的。既然这是你的选择，我无话可说。You want to talk? Let's talk. Well, you've got what I want. Look, you keep asking for more money. How do I know if this is going to be the last time? It's up to you. I believe there are others who will be interested in what I have. Listen, I'm a nice guy. I'll give you some time to think about it.今天是什么日子啊？安哥安迪特别约我们吃饭。今天是我妈生日。怎么不早讲？我什么都没有准备。放心吧，都准备好了。爸妈，安哥安迪，爸妈，妈，生日快乐！这是姐姐特别为你挑选的，
子杰，谢谢你。不客气，安迪生日快乐。这是我哥哥叶宁，嫂嫂 Maggie。还有你叫什么名字啊？老弟，你们好。来，子杰坐在我身边吧。好。子杰漂亮又有气质，彦君，你眼光很不错哦。听彦君说你是 CID， 是。那你是不是有枪？有啊。哇，有枪很威风哎！我要长大要做警察，可以拿枪打坏人。背背背！来来来，尽量吃。啊，子杰多吃一点，不要客气啊。好，谢。彦君，怎么不夹菜给子杰啊？啊。怎么了？你忘了我对海鲜敏感吗？对不起。这个月是我的生日，下个月是彦君的生日了。对啊，年纪也不小了，快35岁了，也是时候啊，应该成家立业了吧？爸，我已经做好准备了，现在只等李主席点头答应。啊，我们刚认识，现在谈婚事也太早了吧？年轻人有自己的主见，就让他们自己决定吧。对对对，来吃吧。好。陶明宁很可爱，安哥安迪一定疼死他。那还用说？我们家上上下下都宠他，你还没看到他调皮捣蛋的样子。其实你爸妈都抱了孙，为什么还急着要你结婚？通常父母都是担心女儿嫁不出去，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？我爸妈就是性子急，我哥之前也一直被他们催婚，现在压力都转移到我身上。其实我们交往不久，我没有结婚的打算。今天是我妈生日，我会这么说，只是不想扫大家的兴。不过是我不对，我没顾虑到你的感受，不向你道歉。我没有那么小气。其实父母比较会重视儿女的终身大事，不过我还是觉得有些事顺其自然比较好。小时候，爸妈对我的期望很大。我还记得我刚到国外念书的时候，因为贪玩，成绩一落千丈，差点毕不了业。爸妈特地飞过来陪我，还替我到处奔走。所以我告诉自己，我不能再让他们失望，不能让他们担心。对不起啊，我不知道你会这么想。应该是我跟你说对不起，没告诉你我有不良记录。你会不会后悔选择我？没有人是十全十美的，最重要的是知错能改。不过你现在做得很好，安哥安迪一定很开心。谢谢你的谅解。哎，我上个洗手间。啊，我等你。嗯。I told you not to call me again. I will call you when I have the money. 彦君，那是谁啊？发生什么事？是一位病人对我有误会，所以打来骂我。不过你不用担心，我能应付的。那我们忙了这么久，破了单，今天啊，一定要好好轻松一下啊！不过要 man 破费请客，哪里好意思呢？不客气，这家店是我朋友开的，以后大家要多多捧场哦。会的，来来来，哎，坐啊。哎，你不是 Mam 的那位师傅吉米泰吗？你要叫他 Uncle Jimmy 或者 Jimmy 都行，就是不要连名带姓叫他就好。
古人是我的好徒弟，知道我说什么。Jimmy， 你还真有本事啊，自己开店当老板的。是我就好了。真正的老板来了。子杰，谢谢你带同事来捧场。你开店我一定来支持的。对了，你老婆呢？在厨房，我带你去。好。老板跟 Ma'am 好像很熟哦，你们觉得他们是什么关系啊？阿贤以前被你们的 Ma'am 逮捕过，还被怀疑是非礼犯。直接会出错。你们是菜鸟的时候也是有犯过错嘛？哦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好，你们想不想听啊？哎，要。好，想当年你们的 Ma'am 还是个菜鸟的时候，有一次他在街上走，就听到一个女人喊非礼，他就马上冲过去把阿贤给抓了。他就在阿贤身上找到一把刀，假装洋洋色情 VCD， 他就认定阿贤有罪。哎，然后呢？然后阿贤承认抢劫伤人，还有贩卖色情 VCD， 还有假药，就是不承认非礼。你不介意我跟他们说你的往事吧？我介意就会坐下来了。Uncle Jimmy， 继续说。阿贤坚持他没有非礼，可是你们的 Madam 却认定他是色狼。直到阿贤在上庭之前，另一组同事抓到真正的连环色魔之后，才帮阿贤洗脱非礼罪名。照理说，那阿贤应该讨厌 Ma'am 才对啊。说的一点也没错啊。所以这件事就摆在你们的 Madam 的心里很久了，直到3年前阿贤出狱后，你们的 Madam 去跟他道歉。当时他的反应跟你一样，骂我是神经病就走了。阿贤洗心革面，想要重新做人，你们的 Madam 知道后，就马上帮他找工作，终于在一间煮炒摊找到一份厨师的工作。其实我也没做什么，是老板看到他是真心想改过，才给他机会。所以你跟阿贤就冰释前嫌，成为好朋友了。没错，我以前很讨厌警察的，从来没想过可以跟警察做朋友。要不是子杰帮了我，我才不会有今天这一间小店。那也要靠你自己努力啊。来，这是你们 Madam 请你们喝的。Thank you, man。喝吧。谢谢。虽然冤枉阿贤是不对，不过事情都过了那么久，为什么还要去跟他道歉呢？我欠他一句对不起，也想说谢谢。他的案件让我了解，办案不能先入为主，否则会看到证人口供的漏洞，他证据的不足，这样不但会伤害无辜，也会让真正的歹徒逍遥法外。Ma'am， 我想跟你道歉，对不起。为什么呢？之前你为我好，要我去看心理辅导，我却不明白你的苦心。以前我觉得不怕危险就是勇敢，现在我终于明白，原来道歉要很大的勇气。你说的对。之前我盘问嫌犯，带入个人的情绪，我以后会注意的。很好，我终于看到那个充满热忱、做事谨慎的赵人。我会向上级请示，让你尽早回到调查前线。还是依照程序，等心理医生的评估报告，再向上级申请吧。对，我会遵守守则，一切照章行事。Thank you, ma'am。是和谁不同，燃烧都是那份光荣，冲动只要别失控。心跳不同，爱很有轻重，不懂不期望你懂，英雄值得什么歌颂，战斗本能的一种，终于选择扮演我的角色，不断和命运拉扯，跟梦交涉。我照着我的方向，逆着光，还要闯破几道城墙。我抱紧我的想象和希望，就算负了伤也绝对不放。